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涂鸦启示，新恋人已经抵达。好，我们最近都会在题目前面加一些跟选牌有关的一些文字讯息，哈，让你比较能够进入状况。哈，那今天我就选择一个比较类似涂鸦的方式的神谕卡，让你们做选择。我觉得它比较像是心理卡哈，所以你可以去投射一下你心境里面比较童年时候的颜色。童年时候的感受。好，那我想你们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这是你们选的1号牌。好，来，我们一样哈，再从大牌里面去翻。新恋人已经抵达了嘛哈，所以这一题我们是尽可能翻他在哪里，他跑到哪里了哈，他现在在什么位置哈，帮你把距离先看一下哈。那第一组牌大部分会趋向于能量了哈，所以我们来剖析一下你们之间的能量的连接哈。来，这张，那这张也影响了我哈，然后这里3张有一个，要选中间好了。好，从这里开始哈，来，我们会翻2组牌哈，第一组牌后面还有哈。哦，等我一下，眼睛忘了。这边已经看到了啦哈。这张牌，如果你常听，你会发现说，如果当这张牌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说大概有2个情境哈。一个就是你们2个人应该有人正在正负能量的转换，正负能量的转换就是说现在可能有一些低潮，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难的事情哈，然后正在跨越中，跨越中之后正能量跟好运能量就会进来。我们常说的否极泰来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概念，但是也没到那么急啦哈，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一个缓的。没那么强烈的交换哈，就大概是做一个平衡的调整，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是你们相遇的当下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的正负能量转换，或是一个边界的跳跃。所谓边界跳跃，就是你们遇到的时候，你心情或是各方面，你都会觉得你从低谷里面被拉起来了，很像救生索，很像看到了一个指引星，在你在荒漠里面迷路的时候的一个指引星，它的出现或是你的出现，对他来讲会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个人都会觉得，死神牌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边界结束，然后转换，或是一个城墙的出去，哈，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你会来到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领域，那个喜悦，有的时候确实是很符合爱情需要的那个感觉。你要有一种焕然一新，要有一种新世界的打开，要有一种被拯救的感觉，它才会让你投入到爱情啊。不然，只是跟你的生活方面都平淡下来的话，其实做朋友也可以啊，不一定要直接进入到爱情，因为进入到爱情的时候，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敏锐敏感的，你很多东西都会被放大、跟美化、强化。善恶两个东西都会被强化，那个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不好，是有点难控制了哈。有点难控制，有点难细腻的去分辨出，因为很多时候会符合你当下的情绪跟当下的时间降下来。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没有那一个欣喜的感觉，没有那个进到新世界欢乐的感觉，或是好奇的感觉的话，所以其实不用那么容易或轻易的就答应进入到一个爱情了。所以我才说，有的时候在这个情感、情绪跟理智跟感性的这2个边缘的时候，我才会说，你们常常我们从这边看到爱情来了，你不一定会接住，就是这个人接不接得住，或是你想不想接住，都是不同的课题哈。那今天这组的走向，我还是来翻一下哈。好，看一下它的流动。它的方向比较像是说，这个人会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哈，然后他是一个很新颖的人，对你来讲，你的生活里面，我觉得是之前没有不太出现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加分的作用，它是一个新的冒险，它有可能会来自不同的远方嘛，也有这一个讯息哈。那如果这个讯息出来的话，我们就翻这个。其实最近我很常翻这个啦，我就不说明我是在翻什么，可是我就是大概它有一点点是正逆位牌的趋向，哈，就是我若不看正逆位牌的话，要用这个来看一下它的趋势是往好的发展还是往坏的发展，往什么样的性质去发展下去。哦，它会往一个
的确还是一个新的领域、新的价值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张牌这一个人的出现他可能跟你有比较不同的背景，他可能也是来自不同的文化跟方向但是我没有发现那个距离感，就是说这一组出现，并没有所谓的远距离交往的感觉了，而是你们的本质。背景各方面有一点点初次见面的时候需要有一点点的认识，需要多认识一下，多认识进去才会比较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它所带来的就是一种新颖的感觉，那人彼此的爱情的感觉的原始点是出于好奇心。那一种好奇心不是你对任何事情的好奇心，而是对于这一个人所让你带来某一种对未来行走的一个向往所带来的那个好奇心。那个好奇心其实混入了爱情里面的喜欢。你没有那个喜欢，你对这个人其实是没有兴趣的。我们用最浅的就是对这个人没有兴趣了但是这一组的，因为这一个人。我跟你说，他不是只是这个人带给你一个全然的、全新的面貌，让你好奇，你也是因为你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才会对你有好奇心，你才会对他有好奇心。通常我会说，你对他好奇心的时候，其实他也是，这是同步的啦。因为我不太捕捉那种谁去追求谁，谁去追着谁。如果是对方一直追着你的话，那他很早就会凸显出来。可是这里就是一个平等的状态那因为我一直在犹豫，想要去挖掘，说到底是多远的距离？因为我一直有一个距离感这里有一个距离感的东西出来。这个我先放下，我先把其他的牌先看一轮。先看一下它整个结构是什么，再来确定它到底有在讲距离的问题吗？还好，我没有直觉上觉得是距离的问题，而且我还觉得你们各方面其实都还蛮靠近的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只是一个人的背景，比如说他是学什么，他工作是学什么的然后他是来自什么样子的家庭，他不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或什么，或是他可能有一些种族上的不同或是语言上的不同，但是其实也都还好。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文化跟价值观的差异不同，而不是好坏的差异，是不同，比较不同。所以你们对彼此蛮好奇的，很多东西都还蛮好奇。还有一件事情，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是你原本不会喜欢的类型，可是你被他做的某些事情、表达语言各方面都吸引住了，所以你有一点点忘记，他可能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懂我意思吗？很意外，所以在某一些状况，你的朋友会说：“哎，你怎么现在是喜欢这个类型？”会有这样子类似的语言跑出来，所以这一个人有这一方面的意外那他不是突如其来的，他是你思索过之后才发现，说我是喜欢这个人，可是他不是我原本喜欢的类型，他是一个思索过的，他不是突然觉得，突然就喜欢，然后后面才怀疑，没有，就是你。开始喜欢的当下同步就在想说，我会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人吗？可是好有感觉他是一个当下就已经有的了只是你的朋友发现你已经喜欢这个人很久了，后来才会问你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节奏跟时间感比较不一样了。那我先说你们遇到的，你们这个会遇到其实是某种。连续的巧合，为什么我常常说连续的巧合？我不，因为我会把命运转换成连续的巧合。他会在你们做了非常多的决定之后遇见，所以我才说这个是连续的巧合，因为你的决定跟他的决定，你们没有先沟通过再做决定嘛，所以这份巧合是你独自做了决定，他独自做了决定之后。峰回路转的在这个迷宫里走到了同一个框框里，这个就是我说的连续的巧合。而你们这一组在遇见前就做了非常多为了见到彼此的连续的巧合的点。我不认为这个是你们是偶然遇见，我认为你们都被某一种意识跟一个东西指引。你们做很多东西，做很多选择，都用差不多的感觉做选择，所以才会跑到一起。打个比方。我们就讲最肤浅的啦，就是说你对某一个衣物的品牌，就讲 Uniqlo 就好了，不用讲那么深的。就你大概这2年都非常喜欢买 Uniqlo 的一些基本的东西，你连去国外或什么的时候，不想花时间买新衣服，或是突然天气变冷了，想买件外套，或是加一件保暖的东西的时候，你就直接选择去 Uniqlo， 不去逛街，慢慢逛。
那你们在这些连续的巧合的选择里，看起来好像是随机的，可是其实它是有一个规律的。那你们两个就会常常出现在哪里？Uniqlo。所以你们会在哪里最容易就在哪里遇到 Uniqlo？你懂我的那个连续巧合的意思吗？哦，你懂我意思，它大概是这个逻辑，但你可以套用到很多地方，餐厅也可以，你咖啡店也可以，你喜欢喝什么咖啡也可以，你最近喜欢喝什么餐也可以，你最近喜欢哪类型的运动，户外的、室内的，你最近喜欢爬山，这样子的一个连续的巧合的决定，让你们两个遇见。其实，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生这件事情了。那这个连续的巧合会不会带来什么？你们的默契跟你们的共通点，好吗？尤其是近期的共同点，你们近期关心的共同点。那如果要回到荣格的话，就变成说你们两个进入了某种集体意识里面了。你们在某一区的集体意识里面，因为意识上是有流动的，所以在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很大的机会跟几率，就是在解释你们当下为什么会契合，能量为什么会合，能量为什么在当下是对齐的。很多时候是走这个角度哈。那这一组特别凸显到了这一件事情了。那他这一件连续的桥后面再凸显一件事情是，你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文化、信仰或是价值观，可是却在这一个同一个意识圈里面遇到的时候，你们发现你们共同点，但这个共同点是有时间性的，或是时间点的，就是这一段时间，然后刚好这一段时间的默契契合跟交流，还有可能有节制牌的一种协调，或常说的能量的协调嘛，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有些人、有些组别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路径、新的相处方法，即便很多背景或各方面的不同，可是你们已经找到了相处方法。这个就是确定爱情前的那个相处，找到了你们相处的方法，跟找到了可以在一起的理由跟条件，或是资格都可以。好，我们要换到比较人性的方式去解释，不用讲那么密契主义，就神秘主义的东西，不用讲到那么深，也不用讲到那么宗教的东西，就直接讲生活上的转换，就是这个，那你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你会遇到他，还有为什么常常告诉你说要去哪里遇到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去多交朋友，跟大家一起去？因为你有的时候要顺着那个现在需要的集体意识走，你就会遇到他，因为你们两个都走在那个上面嘛。那一号牌会特别讲这个，所以一号牌非常符合这一个流动。哈，好，但这里仍然还没有特别出来说你们什么时候遇到，或是在哪遇到，那个一定要下一组牌才看哈。来，我们先把这里的东西重要的翻一下。哦，嗯，this was emotional。好，等一下，我思考一下，因为好像有一个其他的讯息有跑出来哈。我看一下这边有一些小小的未来性的东西，我先告诉你们哈。你们未来可以一起发展出事业，甚至可以一起开公司、一起工作，反正别的啦，不一定是工作的啦哈。你们会共同一起去做蛮多的事情的，都是对自己的职涯、生涯、人生有一些突飞猛进的一些合作，所以你们成为合作的伙伴的能力还不错哦。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点石成金、心想事成的显化能力也有所提升哈。也就是说，你们身体去显化你们想要的东西的这个能力提升了，然后不用特别直接讲显化，就是你们身体行动，两个人一起之后，特别想要去显化的东西都有事半功倍的感觉哈。那你们是一个很理智的情侣关系，如果进入爱情的话是比较理智的，对于感情是有条列式的哈，不会暴冲，不会茫然，不会完全依赖情绪或直觉，是理性的分析相处的方式，然后理性的分析如何让这一个恋情跟这一份爱情关系会变得更好，这是后来在一起的哈。那你们的缺点是你们的内在心灵的交流，这个直通的直觉有比较弱，所以很多事情都必须要说出来讲才会知道，很难猜到对方，而且也不擅长猜，也不习惯猜，也不想猜，
最好就讲出来，讲清楚就好了啊，因为你们比较能够接受事实的呈现，不太喜欢猜测的那一种无形哈，尤其在感情里面，你们很有能力接住所有事实啦，所以就想所有的感觉讲出来，觉得必要讲出来就讲，而不是所有东西大大小小乱七八糟都讲出来，而是筛选之后再讲出来。我这边我蛮相信你们会筛选之后再讲出来。我看一下这里，你看。最强而有力的理智的位置出现了正义牌，哈，出现了正义牌，然后框限了爱情牌，所以你们在爱情上面是绝对理智的去分析，哈，至少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在遇到的时候会走向这个方向。我先说，你不一定从一而终对爱情都是这样子的处理方式哦，而是你要看你遇到了，然后被影响了你内在的某种潜能跟你某种面向才会被叫出来去符合这一段爱情哦。所以这一段爱情会比较偏向于理智去分析所有各种情绪，跟选择所有情绪去表达，不会想要表达什么情绪就表达，心里有一些不耐烦、不舒服就表达，不会这样子吼，会思考，会停顿，哦，不会爆冲，不会爆冲。好，我觉得这组大概就这样哈，好，虽然多讲了一些其他的观点哈，可是大部分时间我不太没有那灵感讲。这一次有这一个灵感讲，似乎可能选择1号牌的朋友有需要这个观念，我就顺着它把它讲出来。来，我们来看第二组牌，来看现况。新恋人，新恋人在哪哈？哎。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里。很杂，很杂，没有特别说讯息好杂哦。等等，我先不要被这个影响。我先说哦，这个人哈，这里还没有说有没有出现。我觉得好像在附近。这个好，先等一下，我先讲这个人的背景哈。他这个人哈，他应该跟你的工作有关系，然后他也跟你的家人有认识，他甚至跟你的家人有工作连结，有工作关系，就是可能他跟你的家人是同事之类的这样。那他很有机会，你们会先在某些场合先遇见，然后你并不知道这些背景。是后来才知道，他认识你的家人，他认识潘就认识你的家人，跟你的家人也之前有工作过，或者现在就是同事之类的，会有这个讯息可能会出现。然后这张牌，让我觉得你们是不需要靠朋友的介绍或什么，自己在某些场合的遇见、邂逅、搭讪都 OK， 都是这个状况哈。好。我再往下翻，这组讯息抱怨一下，好不顺哦，所有东西都是个体的。不串联，一般来说会有一个串联，一个流动。这里所有的能量都是自己呈现他自己的事件的哈，所以我解的会慢一点，我来仔细看一下他到底要说什么。风之方，接受跟。我觉得他蛮像是你在处理工作的时候，譬如说去请教一些咨询啊、金钱的、跟家里有关的金钱的事情的时候遇见的。工作上去做，可能去银行做咨询啊，或是做一些贷款之类的。我是打个比方啊，不是一定是这种啊，哈。类似这样子工作形态的事情，但他有可能是去装潢，我家里要装潢这样，反正跟工作有关系的，哈。或是订厨具，厨房要去做一个专门的厨具之类的，买车
也可以，买车类似也有这样子哦，跟钱有关系的这样。可是就是跟家里、跟家人有关系的时候，会遇见认识的人哈。不过有一个小缺点，你们初期遇到的时候，我才刚第一组牌，说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嘛，因为你们在工作上面的需求是不是自己的专业？好，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个感情的情愫没有出现，而是慢慢的交流对话的时候，找到了彼此的默契，而且这边有凸显一个讯息是，你们找到了彼此的幽默感，变成说你们会有相谈甚欢，而不一定只是在工作上相处上觉得很舒服，就在这一个相处里面变得越来越好哦。目前的讯息是这样，那你们把对彼此第一次遇见的好感，一开始就先隐藏在工作里，而且它并没有具体的走向是爱情的那个好感。你们以为是，哦，这个人让我觉得很舒服，我愿意跟他多讲话，不会让我有压力，无压的一个遇见哦，会有这个状态。好，这其他的牌出现了，哦，果然跟我讲的一样哈，那一种喜欢，这个喜欢在一开始就被转换成另外一种不太被看到的好感，那个喜欢，爱情的喜欢，已经把它转换成一种不会被发现的爱情的喜欢，而是转换成一种工作上或什么对这个人的好感而已。那你说会慢慢的跑出来吗？会慢慢的跑出来，会慢慢的变成真正的喜欢。然后，可是这个路径比较远，比较久，它会在某种感受到彼此要开始断联了，彼此的连结没有那么稳固了，就是说可能这个工作结束了，这个以工作为主题的见面开会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到尾声的时候，那个水能量、那个调和能量、节制牌的能量就跟上了，就跟上了，然后启发出这里力量牌底下的那一个推动力。基本上本来力量牌是温温的做一个就是说你跟这个人的连接有一条隐形的线，很强韧的隐形的线把你们捆绑住。你可以说是缘分就捆绑住都 OK， 或是红线 OK。他当时只是就是拉住很基本的力道，没有要把谁拉到谁那里去。可是这里看起来好像到了那一个有点要分离的时间点的时候，这一个拉力就开始紧缩了，然后它会创造出很多美妙的巧合，譬如工作之余的遇见，譬如私底下出去玩的时候朋友之间的遇见，它开始会创造这个，因为能量已经连接得很近了，并不会再去打散，但是它都要在后面才会出来，没有这么快。这边说最好的时间点，你们感情最好的时间点，还是在跟工作有关。我已经很久没翻到工作上面的啦，这一组还蛮强烈的是工作上的那你们会有零星的分开又遇到，分开又遇到，所以这边在讲说你们的生活时间线、时间轴是没有一致的啦，时间表没有一致的，所以你们的遇见通常都是工作上的邀约或什么，真的有事才遇到的这样。但每一次相处都有蛮好的感觉会出来所以1号牌的朋友，你可以着重一下在工作上遇到的这个人啦。那他不是你工作公司里面每天都会看到的人，他是零星的，有事情才会出现的人。然后你们相处的时候感觉非常好，但是那个好不会立刻觉得是爱情的好，而是只是舒适。记得它的关键点是在你发现你们越来越少遇见的时候，才会有那个想要把对方抓住的感觉会浮现，那就是那一个人好，因为他目前在我看来，你们两个对彼此的喜欢都被包装成一种工作上喜欢这一个人。你看，又是你们的感情、你们的爱情发芽的缺点，就是被一直误认为是工作关系、工作的友好关系。那在灵魂上，你们其实是如第一组牌一样，这边说的，你们是未来可以一起合作，可以走更远，激发彼此潜力，一起去创造新的旅程的一个
伙伴关系，灵魂上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在生活上，在一起工作上是非常契合的一对哈。所以你们这组就是在一起了还能够一起工作的那一种组合哈。好，我觉得这组差不多，我来翻一些细节的东西。哎，这样子我看一下时间。等我一下。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很有机会，你们的爱情的感觉会开始有一点点这个爱情的感觉哈。然后，但刚好这段时间，人际关系的忙碌跟工作上的忙碌也会开始提升哈。所以大概就是这一段时间，你们会有比较少见面的情况发生，所以心里的在意跟想念这个人的感觉才会慢慢的出现。因为在这之前，你们好像还蛮常见面的哈，已经习惯常常跟这个人联络哈。好，来，其实这里面有问题啦。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翻，好不好？我对这一张牌翻一下。对，我其实觉得这里有一个东西要翻哈，但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到大到我要请恶魔牌出来看一下解答。好，还好还好。这里说两个，第一正的能量在慢慢的提升在这份关系里哈，然后这里说有一些很陌生的好运正在发生的时候，反正就是有一些你们之间的有一些巧合，就像我刚刚讲的，工作之余的遇见这种巧合的好运也在慢慢出现中。我觉得它就是除了你们本来的时间线里面常常遇到讨论培养彼此好感之外，在其他的私生活跟朋友出去的生活里面也会遇到，会提升感觉了。然后一次一次就会对这个人的在意有非常不同的面向哈，慢慢的你们就会知道说，你们心里对对方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烈。好，我觉得这一组有一种按部就班的慢慢的往上了。那我觉得他这边的能量是分碎的、碎裂的。我觉得是因为它的可能性很高，还没有特别固定说要用什么方式让你们遇见。你们好像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各种位置都可以自然而然的培养出感情，所以大概就是培养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你们自然而然就会走得比较近。哦，好。相信节制牌，它在很远的位置慢慢的走过来了。节制牌的意义就是说，它在慢慢的把一份稳定的爱情、确定的爱情送来了。只是因为在整个牌阵里面，它走最远的路。它多远哦？它很像你丢一颗石头丢到井里或是一个洞里，你丢下去之后，发现迟迟一直没有声音。之后，你无法判定这个洞有多深的远。然后节制牌就在那颗石头发出声音的那个位置，慢慢的浮上来，有水慢慢的让它浮上来，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说有一个确定爱情的感觉，节制牌确定了爱情的结果的这个感觉，慢慢的在那一个你觉得不知道多远的位置，慢慢的浮上来，它是这样子的远的感觉哈。所以我大概形容给你听。好，来我来看一些定论的东西哈。好。等等，很特别啊。单独说就是不用担心，就稳稳的往下走哦，跟这组牌一样，正能量会开始出来，还有某些好运跟收获会慢慢的按部就班的给你们，这边是这么说的哈。那但是这个能量并不会一直持续在高点，它也在慢慢的坠落，慢慢的减弱中，它也在慢慢的减弱中。对，它也在慢慢的减弱中，慢慢的变少。但是整个旅程中还是会有，都还是有，可是就是给的东西变少哦，就是那个
有点像是年终奖金越来越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都还是会有哈，所以要赶快把握最近你们能量比较靠近的机会哈。所以现在你能做的就是，也许你不知道我说的是谁，应该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说的是谁，然后因为那个能量还没有出，那个爱情能量还没有出来，所以你就尽可能善待你工作上遇到的所有人，尤其不是在你跟你同一个公司里的其他人，好，尽量善待他们，尽量展现出你温和，然后正能量的那一面就对了。好，那这就是1号牌的话，我觉得大致上整个行走路线就这样。我们要乐观的期待哈，很久没有出现在工作上的好运能量、爱情能量了哈，那我们也一起乐观期待吧。那谢谢来听我祝福你。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选择第2号牌哈，这是2号牌的朋友哈。好。其实我是先选到这张牌，才决定今天要用这个插画牌哈。好，来看一下哈。来，我们先从大牌开始哈。好，好，这里，哎，这里先，然后这是第2，我们先从这里看哈。哦。你要有一点小小心理准备啊哈，这一个人可能会完全你料想不到是这一个人的出现，料想不到什么？料想不到你会这么喜欢他，可能会有这个端点哈。然后他甚至有可能本来是你会讨厌的类型，然后你甚至会觉得他讲话的方式跟他用语你本来就讨厌。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个人出现反而他呈现了非常多打动你的东西，所以他这里有一个很奇妙的翻转，他的出现会让你重新重建你对于自己喜欢的类型的取向会改变，而且他不需要到交往你才会惊觉到这件事，他只需要第一次出现，一出现在你面前，你就会感觉到这件事情了。我这张牌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强的正能量出现，一直往上提升哈，正能量一直往上提升。我来看一下好了，看一下这里看看它的走向啊。这是 very far。的确是往上提升，而且他会表现出一种不是很在意，然后可是又会一直提出要不要一起去哪里的建议什么的，然后你们好像认识之后的相处频率会提高，而且时间会拉长，然后很多欢乐、很多收获、很多对谈都还不错，很生活化，但是不会很快就立即进到爱情，不会，这组不会。但你就是发自内心的不讨厌这个人，然后还慢慢的喜欢着，整个相处的频率跟感觉很像是要慢慢走到爱情，没错。但你有所抗拒，因为基本上它不太像你原本所期待的类型。可是整个能量的讯息跟走向，我一直跟你说，它是一个很强的正能量的往上去嘛，哈。看吧，这个人你怎么思考，他都处在一种神秘跟未知里面哦，跟前面讲的一模一样。来，我再往下翻。果然，你看，都是这种能量哈。好，那你们相处的最核心的那个美好，被定义在很欢乐、很好运、很多很特别的事情，惊喜不断。哦，所以它会打破你原本预设的爱情模样跟预设的爱情规律，这样。那从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
为什么说前面那个好？其实我在翻开这张牌的时候，就一个好的正能火能量上来，就最后以现在你们所处的位置，那个原地那个花园，它是太阳能量在照着，也难怪我这边就已经感觉到那个正能量往上了啦。好，而且比我以为的更多，而且还更多的向往，更多的好运，更多的好奇。好，四种能量都各司其职的。把正面的那一个部分贡献给你们，而且还有往未来行走的驱动力，因为火水能量都出现了，火水能量都出现了。一些阴性能量比较偏弱，但它做出了一些基底，数量比较少，但是也做出了一些基底。这基底就是什么？就是那一个花园的稳定性，跟能够滋养出一些新的爱情的火苗吧，也有可能有这个路径啊哈。那很奇妙的是，我刚说它会带来很多的惊喜不断之外，其实整个流程跟前面你会一直觉得自己其实不了解它，不了解它，但是充满好奇，不了解好奇，不了解好奇这样，然后心里会有一种确定，就是反正跟着他走就对了啦，这个人好有趣之类的哈。所以这个人他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他是一个很活跃的人，很跳跃的人，很快乐的人，这样。但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就不免想要翻一个题目。我先翻在，告诉你我问了什么。啊，果然一张就出现了。我问说，是不是隐藏了内心某些灰色地带跟阴暗面不再拿出来？没错，而且藏的比我所预测的再更深很多。我心里觉得最深的牌就是这个，但我刚刚不觉得在60几张牌里面会翻到这张，我觉得70几张，我觉得应该还不会到这样。就他翻出来是，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这一个人在我们一翻开牌一展现出他这个人的能量的时候，我觉得正能量太过，所处的位置，好，人事时地物先不用，还没有物的东西，他所在的这几个的正能量的表达都太满了。那对我来说，这种充满的能量，我都会觉得有虚虚假假混在一起。所谓的真，就是它真实的正能量，而虚的地方就是伪装的。那伪装的就表示有东西被覆盖，有东西被保护，所以我就觉得他内在应该有很深的难受跟难过，他不想知道，是他不想知道哦。他到了，他在心里走过了，或是走到了一个很深的位置，或是在一个之前过往的时间点的时候，他就把它埋葬了，收在一个盒子里面，再埋葬，然后忘记，不在表面留下任何记号，所以他也不会刻意去埋在一个树下，不会埋在一个特别好记的点。即便他哪一天回去找，他也不一定会找得到的。这种概念式的把它收起来，可是它就不存在了吗？没有，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正能量，展现在他人面前。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什么？如果你依稀的感觉到这样子的人，或是这个人，他一点点的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要不要放他一个人了，你就要陪伴，也不需要逗他笑，就在他旁边就好了，不要让他孤单的一个人坠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就可以了。好，这是这里在做的提醒，顺便给你提示一下你身边的朋友或是你很亲近的人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好，至少不要让他在你视线里不见了，好，不要让他在你视线里不见。好，那我们再往下翻。你们的关系哈，后面有蛮多的阶段式的内在心灵的自我实现的升级，所以你们两个在一起越来越久的时候，会帮彼此变得越好，越来越好的人，而且会有1-2次的重新转换跟转职。所谓转职，就是内在整个在大跳要大升级啦，它是要在比较后面哦。
那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就是沟通太少了哈。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不解、好奇，就像我刚刚讲的背景不同，这个部分要花比较多心力去理解哈，不然你们会一直处在一种问号跟不理解没有关系的状态。我没有说这样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相处方式，但是我怕到某一些想不通的点的时候。就没有解放，因为没有习惯性的对谈，这组会有一种对谈的次数跟方面会比较少哦，都一直处在某种默契上，我觉得还是要一些多一点语言的对话，后面会有，会慢慢比较有，可是前面真的会比较少。那但是某一个东西很特别，你们常常会非常谨慎的规划要去哪里旅行，人生的下一步或什么谨慎的规划，然后不擅长把规划的过程讲出来，通常都是直接结果，就是规划好要去哪里，然后就会直接告诉对方说，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去哪里，这样好不好？就去。然后想说，哦，好，那我们来计划。就其实告诉你说，已经决定好了，什么东西都规划好了。这样没有不好，但是这样少了那个过程的参与感，这就是这一组的一些小缺点。好，所以我前面才会说，它的正能量太过，因为它避免了对于内心的一些黑暗面的去理会。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忽略了别人内心也有内心的某些在意，这样，所以才会换到这里。就是有的时候都只告诉结果，没有过程的参与，这样子。刚开始初期会觉得很惊喜，或是对于规划这些东西、计划很多事情比较懒散的人会觉得很舒适。可是对于内在心情比较敏感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受重视，就是没有那个参与感，这样。所以这个不一定是缺点，我只能说这个是个特点。但是每个人所接收到的，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是被放在你们的阻碍上，哦，所以我才说这个人遇到的时候还是要多一点对谈。好，所以我有的时候就用爱情的角度讲，但是其实你们还是要套用在平常的人际关系或是你们试着交往的人上面。有些东西看起来是已经都完整了，可是所谓的身心灵三种东西都要有对谈，好吗？不然，如果真的到了很激烈的点的时候，你会束手无策，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去切入你的疑惑因为你们的谈论太少，它会少了你们某种形式上的语言，就有点像是巴别塔这样，有多一点对谈，多一点理解，就不会那么难到更高级的地方。其实本来就可以很轻松，只要有找到彼此共同的语言就好了哈。那巴别塔的意思就是说，故事就是以前人类可能在神话里，可能人类想要到神住的地方，所以他们盖了塔，然后慢慢的要上去嘛。那神就诅咒所有的人类，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合作，所以语言不通，沟通就不良，所以没办法合作盖塔到天上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子的故事啦，所以我才说，有的时候你们要找到自己的语言，才可以一起，才能够很多事情，这个世界上千变万化的时候，才因为有你们有共同的语言，才会找到你们的方向啦。好。那这组我觉得这只是吹毛求疵的一个小地方，因为我觉得在你们关系在比较后面成熟的时候，他会有别的方法迎刃而解，没有那么难。主要是因为比较强的能量是在这里跟这里哈，你们两个对自己的能量的主导能力还是很强，然后也放给对方有自己的主导能力跟自己的空间，所以彼此的沟通跟你们的连接有就好了，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你们的心态上会觉得，反正两个人在一起，后面还有更大更遥远的事情要做，这些都不拘小节，没有关系。这样，尤其这里也看得出来，你们两个在智慧的方面会节节的提升，然后每次提升的时候，就理解对方跟知道对方内在的东西的深度有更下去，所以我会说，初期可能你们在彼此了解彼此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多谈 OK， 后面不用那么多谈就已经 OK， 就也可以了，因为你们对彼此的一些特色各方面已经了若指掌了，而且每次往下更进入更深的深度的时候，彼此都跟得上，有点并驾齐驱了。好，那就这样，这组前面这里就这些哈，我觉得还可以，能量都还可以。我们来看一下比较
真实遇见的时候的状况哈。一些现况来说的话，这张就是你们已经遇到了吗？这些哈，每次前面讲那么多，好像讲说你们早就已经遇见了，已经在解决你们的感情问题了。结果放到这里才发现说，其实还没遇到。因为主要第一组牌在讲你们两个的能量的连结啦，然后连结的状况如何啦，然后也给你一些线索，在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是那个感符合第一组牌讲的那个感觉，就知道是他了哈。有注意到这个人了，可是你们两个还没有直接的对话过，因为你们中间还有太多的人跟事情，工作上这样。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关系只是知道有这个人，但你们还没有相处过，甚至还没有聊天超过1分钟，没有真的聊天过。但是这边有看到有视野，有点像是邻居，中间有个围篱，有踮脚看一下的这样子的感觉而已，就这样而已。所以我不会说你们距离很远，我觉得距离很近，但是就是没有真的对话过，只知道旁边有住这个人，有踮脚偷看了一下隔壁邻居是什么，没有真的对话过。所以你们对彼此的了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很关心，也没有很在意，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来好，所以要再等，而且他现在在某个角度来说，可能两个可能第一，他还在感情的疗伤中或疗愈中、恢复中；第二，他可能目前处在对爱情渴望的低谷，所以他现在看人的眼神和各方面，并没有在寻找可能可以恋爱的对象。他现在是在这个比较低谷，但不是代表他从头到尾都是这么觉得的。现在就是这个能量是比较低的。然后从路径上，这里跟这里都有一种爱情的能量是没有上来的。对，整个风啊能量都是如果以爱情的角度来说，他现在其实没有设定好他要去寻找爱情，跟他想要什么样子的爱情。所以近期我觉得他还不会出现，甚至他出现在你面前，我觉得你们还没有这个连接，因为你渴望爱情，他没有渴望爱情，这个部分其实现在是还没有对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再等一下。我觉得这一组我们抓他抓的太早了。虽然以题目来说，他是在附近了，他是在附近，可是你们这个对齐能量，我觉得不算近，都还在很后面。我看一下，怎么是一样的我觉得在一张，因为这两个时间点差不多等一下7，这会不会有点大？我跟你说，3张都强调了，我今天翻牌的大概40天前一阵子，然后强调了什么？我看一下，他说其实你们已经有很接近的一次，甚至有对话过了然后只是那一次的对话跟爱情没有关系，可是你们已经有讲到话了。那一次的讲到话已经帮你们两个打开了一条路，创造彼此更好的关系的那一条路已经打开了。那我们回到这一组牌来说，他只是说现在这个时机不太好发展出爱情，可是门已经打开了，方向就像这里刚刚讲的，方向是已经有了，可是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找什么，他也没有特别知道他在期待什么样子的爱情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排除他的思维，他觉得怎么样？我们以能量的跟来说，你们之前已经从
大概1个月、2个月前的遇见的时候，已经往爱情的路径上走了。只是现在是一种冷的、没看到的、视野不同的，或是各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自己的车的，可是已经在同一条国道上了，差不多是这样。好，路径已经出来了。好，慢慢会有那一个慢慢哦。他现在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走的那一条路，有点像是你们边开，他后面还在边建造，慢慢的有要把你们感情比较凝结，或是真的可以对话那个时间点，再建造出来，而不是让你们慢慢走到那里。它是处于一种建造出来。那这里说那个时间点需要比较认真的审核出哪个时间点是最好的，所以这2张牌都还是一样，都在说还在制作。我要比较拟人化版，就知道还在制作那一个你们会对对方开始有爱情感觉的那一个时间点，还要让你们有那个时间跟空间可以做对话跟交流。但是现在都还在建造中，我必须说它是以形成中、建造中、集合中都可以啦，反正它就凝聚中都可以啦。现在就是这个状况里。好，这里有各翻一张魔牌，讲那么多其实就是一个废话啦，时间还没到啦。但是人找到了，时间还没到。是，这里就已经这张就直接本意就是找路中了那这个比较难解，因为这里有在说某种能量正在施压别的能量啦。如果要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形容的话，我会说这张牌在讲说有比较强的能量在说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这事情已经拖很久了，快一点我只能拟人化来讲，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会有别的力量正在敦促你们相遇的这个能量的建造速度、进行速度再加快一点了，太慢了。好，我用别的。这个我想重翻一下。好，那我翻到了。你们两个的灵魂是直奔彼此而来的，这一次相遇是直奔彼此而来的我是这样说。那你们两个遇见的缺点就是你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有那种很强的爱情能量强在爆发，甚至连友情、好感能量都没有在第一时间会爆发，它是慢慢的发展下去那你们中间有没有搭桥的能量跟路径呢？有，可是那一条路径很远偏远，还没有靠近中，或是也许你们现在就走在这个比较绕远路的路径上，所以短的路径各方面都还没有事情发生不管怎么形容啦，结论就是还早，一样就这句话，人是找到了，但是约见面的时间还没定好，就这样我们要用比较白的方式说，人是找到了，但是什么时候约吃饭时间还没定好吧，那我再翻一下别的。首先，目前支援你们两个相遇的能量是在最低点。本来之前有比较好的点，可是它现在是往下降到最低点，但是还是有基本能量在往前走。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推动你们相遇的能量，它现在是在最小的马力推动你们，所以现在速度是最慢的。现在速度最慢的好处是，它不会再更慢了，后面可能会有再加速的能量会再出现。好了，然后这里有看到2个讯息都在讲说，你们遇见前，
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应该在生活上会有一个需要做出很重要决定的时间点，然后做出完之后，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因为我这边没有特别说，有人会有一个自己自我认识的重新改变，就这样。但是在你们遇见之前，有人会突然焕然一新，就对了。但这里没有说这个改变是不是影响你们见面的速度，没有说，他只是提出了这个点。所以如果是你的话，这边暗示的是说，如果你近期或是接下来你遇到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越，或是被强迫的都 OK。譬如什么？譬如搬家，譬如什么？譬如我觉得最差的能量，可就是亲人有人过世。好，那这些事情就是跟你的现状有一个比较大的180度的改变的事情要出现。那它也有可能跟你的决定有关，有些可能跟你有没有决定没有关，它就是发生了哈。如果在2号牌的朋友上，你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你还发现你自己重新进化，再重新启动，而又进步了，感觉变更强韧了，有在升级的感觉。如果你有，那差不多就是你要跟他见面了，因为他现在的流程就是在遇到前，你或他有一个人要发生这件事情，这样。那如果你没有就没有，那就表示这个讯息跟这一个讯号没有要给你，没有让你发现说，哦，原来他快出现了，没有要。如果有，大概就是有这个讯息。好，那再来时间的讯息上，我刚刚翻了，他都讲过去，他没有讲未来，所以跟这里说的如出一辙，它就是还在建造中，没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它现在这个还在混沌当中，还没有具体的形成某些东西了。也许几个礼拜之后再翻会有，或者下个月再翻同一个题目会有，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翻到，因为我不会特别为了这个题目翻，或是2号牌这个内容翻，但是未来可能会有雷同的讯息再出现，所以你要把它捕捉起来哈，记得哈，如果选到2号牌的朋友。好，那就这样哈，2号朋友，我觉得讯息差不多了哈，就先给到这里哈。那一样乐观的期待吧哈。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3号牌哦，3号牌。好，那今天的题目是新恋人抵达，我们一样从大牌看哈，来，先把它整个能量的趋势找出来哈。好，好来。先看一下，哦，这个人哈，你会跟他相处到某一个时间点，时间的饱和度到的时候，你们对于彼此内在的理解也到了一个饱和度之后，还有一个深度之后，但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像是以时间为定义，它比较像内容为定义。反正就时间到了某个时间的时候，你们会有某种奇妙的开窍哈，话题会改变，感觉会改变，约会的地方、见面的地方会改变，都是以朋友为基础去的。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理智上的转变，就觉得说，我们应该再去开发什么？我们要再去更远的地方旅行啊？要不要去开车去哪里啊？从原本的已经习惯的范围里面到更远、时间再待更久，内容再更丰富，复杂度也变更高的一个关键点，应该会到那里开始做一个转换的时候，你们的路径就会开始比较转向，会形成到有爱情跟爱情滋养到更深的东西的东西会跑出来这样。但是以朋友进入好朋友这段时间还蛮长的，它甚至有可能是现在进行中，但有可能是接下来遇到的时候再进行。这个要看下一组牌来看一下时间点的问题位置。这一组比较特别，前置时间花的比较长。好，看一下这个。先看2张牌，看它的。果然哈，要到那个时间点，没有那么快哈。前面要一起经历彼此很多事情，跟理解对方，要一起经历跟度过彼此很多事情啊，才会真的才会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哈。真的没有比较快，来，的确，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哈，也是，到了那个状态的时候，你们两个会有一种
分离的状况。就是你们两个做好朋友相处到某一个情况的时候，两个人会突然就在我刚说的那一个想要在更近、更多的挑战那个的时候，你们的个人独立性会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独立起来。本来意见很合的，后来突然两个人都成长到很想要表达自己最内心的想法。然后经过这个理智的讨论，经过这一个对话之后，你们两个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都更成长了。他会在那个时候会做出改变。它不是一种自私，而是你们都对于现况想要做出一个更高级的变化跟提升。所以两个那个时候会把内心真正的实话，是很想说的很多实话，或是那个时候才引诱出来，或是创造出来的一个实话，才发现说，其实我也觉得应该要这样子了，而不是两个人常常相处的时候比较符合对方的想法，简单就好，舒服就好。没有，后来就会比较提出真正的想法，因为他已经酝酿出蛮久了。当这个状况一出现的时候，表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要升华到爱情那个路径上了啦。等一下，因为它会呈现一个什么状况？它其实呈现一种白色的纸张的状态。两个人都拿出了一张全新的白纸，想要去规划一个全新的路径，不想再跟以前一样，想要再跟没有说要跟以前告白，只是想要再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原地哦。这个都还是处在一个朋友关系上面的哦。然后这一个关系开始走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辛苦阶段，有一个适应期，有一个学习期，两个人会再找更好的方向，那就是一个开始。因为我刚说它是一个进入一个白色纸张状态嘛，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新的，要去适应，要再讨论这样子。所以，可是你们的关系跟成熟度都有在往上。这个前面这一段过了之后，你们的关系会变更紧密，即便只是变朋友、好朋友，也会到更深入，可能到知心好友，再可能再往前、再往下，再过一次之后，就变成是熟妹的一个状态了哈。你们对彼此的熟悉度已经变成一种信任跟安全感了，是稳固的，后面会往那个方向走。那可是前面确实有一个适应期，因为它并不是一个节节高升，一直都在加分的。它这个转换之后，会有一种类似扣分跟劳累的状况，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新的，然后你们也要适应彼此的一种全新的个性，不是说全新的个性啊，更加自我确定的一个个性，然后也因为到了这个关系之后呢，你们就会慢慢的理解到，你们两个是可以一起生活，能够同时成为一个很好的伙伴，去支撑一个家，或者支撑一片天，或是支撑一个梦想的一个很重要的伙伴。那这个伙伴大概就开始要进阶到爱情了。虽然这里没有进阶到爱情，可是你们的关系有在逐步的升级当中。的确都是会在对于未来的展望那个方面才展开新的关系的理解哈。我看一下这里，好，这边偷偷说哦，哇，这一条线全部都是爱情的。好，我仔细看一下。先说，指引你们往更好的关系去的那一颗星星，它的本质是说，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完美互补跟协调的两个能量，灵魂的等一下我们再看两个能量，所以你们的相处只有越来越好，越来越理解对方，越来越协调。难的事情也会在你们两个的合作之间会变得很坚毅，所以你们两个到最后会慢慢的离不开依赖对方。再来，你们从其实一开始认识的时候，虽然是朋友关系，可是已经走在爱情的感受上了。你们对彼此的好感，其实很容易随时随地就转换到爱情。可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你们开始把那个好感转换成可以成为好朋友的能量，一开始就有。所以你们前面做朋友，进入到好朋友这段时间还蛮长的。但从能量的角度上来说，其实你们错过了第一时间就成为恋人的那个状况。所以现在你们来说，应该算是好朋友。好，那再往后面走，你们两个的能量的核心其实是有致命吸引力的。但是开窍的比较慢，我觉得是因为有点阴错阳差走到变朋友了。其实你们的能量这边说一开始就要直接进入爱情会比较好，比较快。那因为没有这样走，所以错过了那一个先成为恋人，再慢慢的理解对方的那个过程，但也没有不好。只是绕了远路了啦，到了远路了哈。但是最后还是要走到爱情嘛，因为你们一开始，你这边说你们一开始就走到爱情的话，还是能够包容，还是能够理解，还是能够学习。那现在他也要理解、包容、学习，然后走到爱情也是可以，终究还是要走到恋人。可是前面有点浪费了，因为少了那个甜蜜跟更多的故事的创造。但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没有对错啦，就只是承先启后啦。也许能量的安排会觉得这样子走得更长久，然后可能
也觉得，虽然我说用阴错阳差，但是有时候也是峰回路转的走到对的位置，也有可能了哈。反正没有不好，过去了就过去了。只是能量上显示说，你们一开始就可以在一起了啦哈。虽然我是用可惜，但也许不可惜哦。好，来，再来后面的，我们先把它。等一下哈，我这边有一个东西，我先翻一下。你们这一个朋友转爱情，这个是必经的转变了哈。然后这边有说，当这个一转变出现的时候，整个真正的火能量就爆发出来了，真正推动你们往爱情的那个火能量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不可惜，不可惜，好，其实不可惜，只是路径不同。好，来，小缺点，一个小缺点，你们灵魂的交流比较低。所以我刚才说朋友、好朋友才到灵魂伴侣，到灵魂伴侣的这个都比较在后面，在你们的关系里，你们灵魂的连接比较弱，比较弱，就是说很难猜到彼此心底最深层的东西，不太容易猜到，都要比较多的一些证明，表面的证明、语言的证明、事件的证明，才会慢慢的理解到对方了。那从这里反观这里说，你们一开始就可以变成爱情的能量来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好险，因为如果你们一开始能量上是让你们在一起的话，就会发现说一直都不太理解对方的时候，有可能中间就容易破裂哈。后面这边才发现说，哦，原来你们的问题出在内心的灵魂的交流不强。那前面先做朋友变成好朋友这段时间，其实他是要以经验的相处来诠释你对对方的理解啦。那所以他这样是在打安全牌。那这关就算 pass 会过了，即使内在灵魂不了解，可是因为长时间的相处，你们也都猜得到彼此的一种习性了。那这边有说，在智慧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们的内在是处在一种绝对平衡的状态，所以其实没什么争吵，没什么纷争，是很温和的一组。我觉得这组从这边看下来啦，哈，其实你们还蛮像伙伴的，我觉得比较像伙伴。恋人可能只是一种形式，但是你们的关系本质，我觉得从这边看起来还蛮像伙伴的哈。因为有一些很严格的、严厉的能量都落在了理智、平衡、冷静的状态里啦，所以它真的就代表说你们情绪是稳定的。那再来还有一件事情是浪漫值偏低，你们的相处浪漫值偏低，而且前面是以朋友、好朋友的状态去延续下去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习惯，你们是以好朋友这种方式相处。那他会有什么？他会有朋友间的欢乐，可是他却没有情人间的浪漫哈。这里都压住了。然后接下来你们未来的走向，确实还比较像是伙伴关系，可以一起创造事业，一起工作，各方面。即便未来是以恋人的关系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很像室友。好，浪漫值真的偏低，但是以选爱情跟选生活的话，这边是重度选择生活而在一起的这一组是这样哦。好，这边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地方遇见哈，那第二组牌再看。好，我觉得这里这个我好奇一下。哦，好吧，没错，跟我想的一样哈。未来你们确实可以一起开创事业，可以一起工作。2号牌也有这个现象，3号牌也有，就是其实你们是可以一起工作的情侣。哦，不会因为工作情绪会带到工作或者私底下，不会，你们的情绪是一致的。哦，我刚刚就说你们的情绪是稳定的嘛，所以其实你们是可以一起工作的。然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一起发展未来的时候，会产生某种新鲜感，才会开创出人生的一种弹性，才会有比较多的水能量，比较浪漫的感觉。你们的浪漫的感觉要在工作上面，很特别，就是互助的感觉才有哈。好，那前面就这样，来我们来翻第二组牌。这组牌我觉得算平淡，讯息不会很激烈哦。而且这组就是非常标准的朋友间的日久生情哈，就是你们做朋友做久了，就在一起了。
这个讯息这一组比较像这个哈。来，我们看一下现况，顺一点，不要太多麻烦。为什么我已经有预测到这组是麻烦的？还没遇见，还没遇到哦，不是还没遇见啊，还在朋友的状态，还在朋友的状态哈。那个激烈的情绪还没有出来啊，还在慢慢的燃烧中哈。然后你们最近工作上和生活上好像有互相支援、互相帮忙哈，有一些情绪低落的情况有在互相陪伴，有互相帮到忙哈。好，这现在关系还算紧密。那但特别要说一件事情哈，你们应该近期会有新的计划、新的旅程、新的活动会出来，然后会创造出对彼此一些新的感觉。会有新的感觉或新的认知，那这个认知会在彼此之间的某些成长之后，发现他已经跟你原本想的不太一样，是以朋友的角度哦，彼此有某种偷偷的成长，最近会被发现哈。好，你们最近其实我刚就有看到，那时候我不确定，但现在我看确定，你们最近可能没有以前约的频繁，就说也很频繁，但是最近会再少一点。哦，可能最近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忙，然后有一种出远门的感觉。就是如果你们是室友关系的话，你可能发现说他最近都不在家，因为他出远门了，去工作，去忙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然后，因为最近你们的附近有一个分离两个人关系的一个风能量，各自带开的能量有出现，然后中间还做了一些隔阂哈。但是这个没有什么不好，这个有一点像是说各自先去学习，回头再见面的一种概念。然后你们最近两个人走出去，往各自的事情，可能工作上或是课业上的一个专心的挑战度上，难度有点高，所以你们会有一种满载而归的回来哈。然后这段时间你们的互动比较少，所以沟通比较少，分享比较少，应该是要这个分开之后，整个经历完之后回来才会去分享。那分享的这个后面再集合，在分享的时候，感情才会关系才会再往上提升哈。那只能说最近准备要进入整个资讯、感觉跟对谈、灵魂、能量都先分开一阵子的一个状态，从这边一路上都是哈。那这是好的，因为你们在这段时间先要去执行各自的新旅程。爱情的路径现在还没有在你们之间呈现哈，的确。然后在灵魂的角度来说，其实你们是最远的两个灵魂的相遇啦，所以不能说相遇，反正就是说，其实你们两个人是蛮远的灵魂的遇见，然后其实所以这一次，即便做到朋友，这一个缘分吧，这个命运都算很特别哈，很少讲缘分，但我比如说这个相遇可以成为朋友，已经算蛮稀罕的了。因为如果你们从宇宙的象限灵魂来讲，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你们是非常遥远的，很没有设定到要遇见，也要遇见也是非常难的。可是这一次却先从朋友开始做起哈，所以才会从第一组牌就我觉得它还蛮合理的啦，因为它本身的本质上设定是你们的灵魂本来就没有要立刻就进入爱情的，所以这次的遇见慢慢的日久生情变成爱情，也是你们相处跟珍惜彼此吧，一些正能量的交换。个性上的契合跟认同，还有在意，所慢慢的进入到那里，所以前面才说他要进入到爱情跟认同，他其实是行走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尤其最近你们又去分开，表示你们的路又分开，表示你们自己人生的路径上所要经过的事情还蛮多的，自己的故事线就已经很忙碌了哈。所以你们两个人相遇的主轴其实不是要在一起，主要是两个人要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去创造两个人的新的未来，所以他这个伙伴关系会比较强哦。那但是以最近来说，确实有分开了哦，所以最近比较不会见到面。就算以朋友的角度，也许你想到是谁，可是你会知道他最近去哪里工作了，比较忙，要约到他什么比较难。
但也有可能是你哦，你去远的地方哦，不是只是他哈。我看这7、8、16。下半年整个事情才会结束，才会从另外一个彼岸回来。那最快的时间，下半年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要到夏天中期，夏天开始就会开始回来了。可是我觉得它真的回来，可能要到夏天中。好，我把时间拉的比较广了，我有把时间拉的比较广，然后一路大概到冬天来临的时候，就是你意识到冬天来临的那个时候，那你们会有一种回归，会有一种团聚，会有一种老朋友回来的感觉。所以你们，然后比如说那个时候回来，你可能你们彼此才可能有意识到说，哎，对我们好一阵子没见了，好一阵子没约了。我跟你说会这样，因为你们现在的分开，你们是无意识的，没有感觉到，因为之前太常出现了，所以你没有意识到最近它突然就不见。那再到夏天、冬天那时候再遇见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说，哎，对耶，我们这段时间都没有约，都没有遇到。好，就是这个流程哦。如果你预先，如果3号牌的朋友你已经知道了我在说谁的话，那就不要去找他，因为他确实现在才要去另外一个路径上。哦，知道他差不多时间就要回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回来，至少他会有一个全新的面貌会出现，所以你在看他的角度跟感受上也会完全不同。怎么最近都翻的？我先说，这一次的分开是因为有某些秘密的事情要进行，他回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但也有可能是你，哦，所以应该是有些惊喜要发生了哈。这边说的，那然后这次的分开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你们中间有一些不好的能量，先要先过滤，可能是人际关系或什么，不知道，反正他这边有一些不好的能量正在过滤中，要先过滤掉，才要让你们再回来相遇。反正现在就有点像是大扫除啦。现在有一点点像是防止除虫啦，再喷一个除虫喷雾，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不能先待在家里，大家先要去外面住一下，住半天之类的这种感觉哈。好，或者家里要装潢，先去外面住个3个月这样。现在是这个分离，所以它内在有一种更新的感觉。反正这一个分离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目的性的，是有一个新旅程的准备期，所以我把它诠释成。这一个分开之后的再相遇，可能就会比较接近2个往爱情的路径上走了。这一组从前面到后来都有发现一件事情哦，你们真的只有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要走到爱情的路径上了，后面没有的话就都在绕远路啊，都在绕远路，都拖慢了。但是不一定是可惜的，也许就在那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更好的能量进来说。晚一点再在一起就好了，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会让一些事情发生。所以一开始对彼此的概念就先从朋友开始做起，而且就定义在朋友也不错，没有一定是对错，顺序没有一定是对错，只有现在当下的感觉好不好比较重要哈。好，来，我来看2个方向，我想一下哈，现在过去，好，我就看现在跟未来。等我一下哈，我必须把数字先排完。等我一下。现在来说，算是跟我们前面讲的都一样哈。现在有塔牌能量，但是土能量比较多的塔牌能量，所以它必须要按部就班的去改变现在的现况。所以现在分开确实是在预定中的，而且是必须要经历过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必须要这边都说要进化，所以这里跟这里都讲一样的事情是，有点需要有些东西要重新生长，就需要重新建立，建立完能量清除完过滤完之后，你们再遇见才是对的时间点。这边以现在来说哈，那以未来来说的话，一样，2张牌都一样哈。2个翻起来的讯息一模一样。
只是现在跟未来都讲一样的事情，它有2个不同点，一个是现在需要这样改变，未来其实你们在相遇在的时候，也要再重新再认识彼此一次，整个关系跟认知上都要再认知一次，学习一次，习惯一次。也就是说，现在是你们现在的这个情境需要做改变，未来是你们对于全新的彼此，可能是他是新的，你是新的，或是2个在这段时间都有改变的那个新，需要有一个新的认知，关系要重新来。应该就是要走到爱情的路的起点要开始了，因为你们对彼此的感觉、看的眼神不太一样，虽然只是短暂的，可是那个变化很大哦。而且这一个分离可能是你们近期这几年第一次分得比较开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个陌生感会建立起来，陌生感建立起来，新鲜感就会回来，新鲜感回来，好奇心就会回来，然后看这个人的眼神就会不一样，或得到讯息就会不一样，你会发现彼此身上有一些类似魅力的东西正在吸引着彼此，那也就是之前所说的，一开始你们就应该以恋人的状态出来的那个点错过了，现在好像被抓回来了，所以这一次的分开，在我目前看起来定义上是能量的强制分开。所以他给了你们不同的任务，或是给了他任务，你们要离开。而且在这一种你们常常习惯彼此在附近的这个能量上，做一个这样子的不知不觉的分开，其实对你们来讲没有伤害，也没有影响。那是后来才惊觉到说，这阵子你们都没有遇到，可是时间没有非常长。可是在自己的时空里面，有感受到没有彼此的存在的时候，那个专注力跟学习的东西，空间也释放出来，所以会有些微的改变。我得到的答案是你这边的改变比较少，他那边的改变比较大，所以他再回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惊讶，他去了哪里，他做了什么？所以他去了哪里，在某些概念上来说，他可能有去了很远的地方哦。好，因为我觉得这个远有蛮远的。好，还有一个核心，你们2个正能量，我刚刚说这2个能量在灵魂上其实是很远的2个灵魂，没有一定要遇见的哦。所以这一次的分开，它其实算有一点小小的风险，会不会在分开之后再没有再遇见了？会有这样，然后可是他还是会回来，这边说还是会回来哈，所以你们会再不知道莫名的在能量上感受，他会再更珍惜这一次的再相遇。虽然没有毫无理由的，可是你们就会再更珍惜，感觉会更亲近。还有，坦白说，你们其实常常觉得不太了解彼此，会有这个感觉都会一直在哈。他好像是本质的问题，不太会消除。好，那就这样哈。那3号牌就到这里，我觉得讯息给的还不错哦。那我们去慢慢体会一下吧哈。那如果3号牌的朋友，你知道我在说谁，记得不要特别去找他啊。他最近可能比较难约，或是你也知道他比较难约，因为他有些人可能有真的很具体的事情，那就不要特别把他找出来，因为他现在真的需要专注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他这一件事情上面，他是有一个全新的内在实践跟转换，他需要这个过程哈。好，那就这样哈。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那一样，我们乐观的期待吧哈。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